AI 泡沫這件事，市場其實講了好幾年。這次達利歐再出來提醒，我覺得要留意的地方不止一句。又有人看淡科技股，他在提醒我們 ，AI 估值已經推得很高，美債利率又壓不下來，美元安全感也開始被市場重新審視。這幾件事碰在一起，很多資產都要被問一句：現在這個價格撐不撐得住？所以這不只是幾隻 AI 股的問題，你手上的科技股、科技基金、長債 ETF， 甚至一些你以為很穩的美元資產，都可能被重新估值。高利率拖久一點，未來盈利就不能再用便宜資金去折现，美元安全感弱一點，黃金和其他避險資產也會被拿出來比較。比較歸比較，不等於可以閉眼追。今天要問的更細一點，你買的資產到底是一門會賺錢的生意，還是一個被市場越講越貴的故事？聽到泡沫2個字就清倉太快，聽到 AI 是未來就追高也太快。投資常常輸在這裡，方向看對了，價格、週期和風險卻算錯。你好，我是 Chief Papa 張志雲，我不報名牌，我教你自己算得出、看得懂，因為我是真心想你靠自己的判斷賺到錢，少走冤枉路。達利歐的第一層警告，講資產價格要先放低 AI 技術本身的爭論，很多 AI 公司可能融到幾千萬美元，市場估值就被推到幾十億美元。創辦人、投資者、早期員工賬面上全部都很有錢，但紙面財富還未變成現金。當利率高、稅務壓力高、基金需要贖回、銀行要降低風險的時候，這些紙面財富要靠市場有人接貨，才可以變成可以落袋的現金。如果大家同一時間要賣，問題就来了。我在這裡先講清楚一點 ，AI 有前途 ，AI 股票也可以太貴，兩句可以同時成立。鐵路當年改變世界，鐵路股一樣可以爆泡沫。互聯網改變世界，2000年的科網股一樣可以跌得很慘。投資難就難在這裡，要分清楚技術改變世界和現在這個價格值不值得買。你看，对 AI 是未來不等於你買對價格。你知道泡沫存在，也不等於你要錯過所有好公司。普通投資者最容易輸在中間，用一個大方向代替一間公司的現金流、估值和安全邊際。達利歐的第2層提醒是，這個泡沫出現的時候，資金環境本身已經不輕鬆，全球債務、貧富差距、地緣政治秩序都在同一時間拉扯市場。在上一條影片裡，我有講美國財政部擴大長債回購，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幾天市場上有很多說法，有人一看見美國財政部要買回長債，就立刻說，你看，又是放水，又是量化寬鬆，又是美國印錢救市。但我深挖之後，發現這個說法只講到表面。這次資金來源並非美聯儲新印出來的錢，也不能直接當成傳統 QE。更貼近的理解是，美國財政部在長端債券市場做流動性支持，避免一些舊的長債因為價格跌、流動性差，最後變成完全沒有人接貨。這個分別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你把它看成 QE， 你就會以為放水等於股市又要漲。但如果你看清楚它是流動性支持，你就會問另一個問題：為什麼長債市場需要支持？為什麼長端利率壓力這麼大？答案就回到美國的債務。截至8月中，美國總公共債務已經突破40萬億美元，30年期美債收益率一度在5.3厘附近，10年期也在4.7厘附近。這些數字不等於明天爆破，但它提醒我們，以前大家很自然的把美債當成最安全的資產，把美元當成核心儲備貨幣，把美股當成最值得配置的市場。現在這3件事都開始被重新審視。有人會問，美國會不會像普通公司一樣違約？我反而覺得焦點未必在技術性違約。美國欠的是美元債，理論上可以印美元還美元，但更值得問的是，如果美國不斷用更多債去滾舊債，用更高利息去吸引買家，最後這個成本由誰承受？答案未必只有一個，可能是通脹，也可能是美元購買力慢慢被削弱，長端利率在高位，股市估值自然要重新算。普通投資者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債券市場往往比股票市場更早發出壓力訊號。股票可以因為一個好業績、一個 AI 故事、一個回購消息而繼續熱鬧，
但債券市場問的問題更冷靜：誰借錢，借多少，利息誰付，將來用什麼還？當這些問題開始變貴，所有資產都要重新計算。再深一層，我一直覺得美元和美債最麻煩的地方在於它有一個很難解開的矛盾。美債是全球貿易、銀行抵押品、基金配置和外匯儲備的底座，但這個底座怎樣運作，決定權最後落在美國自己的通脹、就業、選舉和財政需要上。你會發現，美聯儲很多時候像全球的美聯儲，它一加息一減息，全世界資金價格、匯率、債券、股票都會震，但制度上它不可能真的變成一個為全球服務的央行，它的任務始終先看美國本土。所以美元體系最大的矛盾就是全世界金融市场都把它當共同底座，但方向盤在美國手上。所以我不喜歡一句美債快報講完，全球投資者心裡很清楚，美國債務越滾越大，利息支出正在吃掉更多財政空間。可是要一下子離開美債也很難，你要找另一個同樣大、同樣深，可以做儲備和抵押品的市場，暫時找不到。說真的，這個局面很尷尬。很多人繼續持有美債，更多是因為暫時沒有更好的大規模替代品，不代表完全安心。把這幾件事放在一起，達利歐的警告就更容易看懂了。AI 泡沫牽涉資產價格，美債和利率牽涉資金成本，美元信任牽涉整個系統的底層安全感。這三條線連在一起，普通投資者就不能只看股價今天漲不漲。這裡我先把能力缺口講清楚。一個市場故事少猜一層，就可能做錯持倉。你把財政部回購看成 QE， 可能以為放水就要追股票。你把 AI 大趨勢看成所有 AI 股都值得買，可能用太高價格買未來。你把黃金或者比特幣看成唯一答案，又可能忽略它們本身的價格波動和風險。所以，如果你聽到這裡，發現自己平時看新聞也是這樣，一時看達利歐，一時看羅傑斯，一時看比特幣和黃金，最後仍然不知道怎樣落到自己的投資判斷，我會建議你先報名免費60分鐘10倍股公益課。這堂課不派股票號碼，也不叫你今天追哪一隻熱門股，他先幫你打3個底：看生意、看估值、看買入和認錯框架。你可以點資訊欄報名，先把這些底打好。等一下我們再講黃金、比特幣、羅傑斯和韓國產業，你會更明白為什麼同一條新聞有框架和沒框架，最後做出來的決定會完全不同。也正因為這樣，黃金和比特幣最近才會重新被市場關注。這次比特幣再被拿出來討論，背景不只是一個幣價故事，市場其實是把美國財政部擴大償債回購、美元轉弱、貨幣購買力下降這幾件事放在一起看，所以才會出現所謂貨幣貶值交易。當大家相信美元、美債收益率合理、美國財政穩健、股市估值又不貴，很多人不會急着找替代資產。但如果大家開始懷疑美國會不會用更多債去滾舊債，用更高利息去吸引買家，最後再用貨幣貶值去解決問題，那資金就會自然去問，有沒有一些東西不是別人的負債，有沒有一些東西不會被央行任意印出來。黃金就是這個答案之一。講到這裡，我也想順便講講達利歐怎樣看比特幣，以及我自己怎樣看。達利歐最新的說法很克制，沒有簡單叫人買。他說自己大約只有1%的投資組合在比特幣。他承認比特幣有一個特點，它不能像美元、歐元、日元那樣被政府和央行不斷印出來。從這個角度看，它確實有一點不能被印出來的錢的特質。但是達利歐同時提到，不能被任意印出來的硬資產在組合裡可以占5%到15%。問題是在這個範圍裡，他更偏好金條，比特幣沒有被放在核心位置。為什麼？因為黃金幾千年來都被人當作貨幣和儲備資產，中央銀行會持有黃金，國家之間也承認黃金的地位。相反，比特幣有技術風險、監管風險、政府追蹤和徵稅的風險，而且中央銀行未必願意大量持有一種自己不能控制、交易又可能被監察的數字資產。我的看法比達利歐更保守，我一向不買比特幣。說真的，我知道它可以漲，我也不覺得所有買的人都錯。市場上很多東西都可以漲，資金也會追捧很多我不買的東西，只是漲起來不等於我看得懂，
也不等於它符合我的投資原則。比特幣供應有限，不能被任意印出來，這一點我明白，但我仍然要問它背後的價值是什麼？我怎樣估值？如果有一天市場不再相信它，我用什麼方法判斷它的底在哪裡？我不買它，最後還是能力圈問題。我不懂的東西，寧願不賺。我不否認它可以反映大家對美元的不信任，但普通投資者要用什麼來做資產安全墊？因為資產安全看的不只是價格會不會漲，還要看危機來的時候誰承認它，誰願意接它，政府能不能限制它，波動會不會反而把你震走。所以最近這些非主權資產被追捧，我看中的是另一個訊號：市場為什麼突然這麼需要一個美元以外的故事？這些資產漲不一定代表它們就是答案，它們可能只是市場焦慮的溫度計。黃金漲也不代表你可以閉着眼追， AI 股漲更不代表每一間公司都值得買。他們共同告訴你的是，資金正在重新找一個地方躲避美元、美債和高估值資產的風險。另外一位投資界大佬羅傑斯早年和索羅斯一起做過量子基金，後來因為長期研究商品、貨幣、週期和全球市場，被很多媒體稱為商品大王。根據報道，他去年已經清倉美股和其他市場股票，這次在香港再講一次，現在只保留中國和烏茲別克股票，也警告美國可能醞釀很嚴重的危機。我為什麼也要看他說什麼？因為他不是只看明天股價漲跌，而是會更深入的去看一個國家的債務、貨幣、產業和資金流長期會怎樣移動。當然，他說的不一定全對，我們也不用照抄，因為每個人的年紀、資產規模、現金流、投資期限都不同。一個世界級投資者可以等10年，一個普通家庭可能3個月後就要用錢。你照抄他的倉位，但沒有他的時間和心理質素，最後很容易出事。羅傑斯這個提醒只是一個輔助訊號，它不能證明美國以外一定好。他提醒我們，當美國資產長期享受最高溢價，美國債務問題又越來越明顯，資金遲早會重新挑選哪裡有產業、有增長，也有現金流。所以我這次受到南方東英邀請去韓國，就是想把這些問題放到真實產業裡看一看。我會為你們考察韓國的前沿產業，之後再把看到的產業線索、公司質素和真實競爭力整理給大家。行程重點包括半導體投資、人工智能和互聯網平台、未來出行與機器人、電池與儲能、航空航天與國防，還有電力設備和重工。這次的交流非常有價值。第一，能觀察到投資界怎麼去找下一個風口；第二，我看到作為資產管理的基金或分析員，他們會怎麼樣去看一家公司；第三，通過觀察公司怎麼接待我們，他們的員工怎麼上班，這些平時在財報裡面看不到的一些小的軟的文化，可以增加對這家公司的了解。最重要的是，如果下一次市场暴跌，或者某一個公司股價跌的時候，我們有沒有信心跟市場看的不一樣？有沒有信心去加碼？這個是通過這些 company visit 慢慢建立的信心。如果未來美元資產要重新估值，投資者不能只追一個熱點，更要找有產業、有現金流、價格又合理的資產。這些東西不能只靠新聞標題判斷。所以這次考察完，我會再跟大家講，大家要留意我們下一期影片的更新。這就是我把 AI 泡沫、美債、黃金、比特幣、羅傑斯和韓國考察放在同一條線上看的原因。表面上他們是不同新聞，背後其實都是同一個問題。當美元資產的安全感被重新審視，普通投資者怎樣分辨什麼是真價值，什麼只是市場情緒？我的答案很簡單，先不要急着站隊。聽到達利歐講 AI 泡沫，不用立刻看淡所有科技股；聽到羅傑斯清倉美股，也不用照抄搬倉。黃金、比特幣漲了，也不等於他們就是唯一保險。你要先問自己，我買的是防守資產成長故事，還是一門有現金流的生意？看 AI 公司，就看盈利和自由現金流能不能追上估值。看避險資產，就看危機時有沒有人接，波動自己受不受得住。看中國或韓國機會，就看公司有沒有全球競爭力和股東回報。最後回到個股，問題更簡單，生意好不好，
負債表能不能撐過逆風，現在價格留不留安全邊際。所以別把投資變成追新聞，最新消息每個人都看得到，差別在於你能不能把新聞翻譯成生意、價格和風險。方向看對了，也要等合適價格，知道危機可能來，也不用一口氣清空所有資產。投資到最後比的是這種定力。市場亢奮時，你知道哪裡要收手；市場恐慌時，你知道哪些公司值得等。大師講危機，你先猜它的結構，再回頭看自己的資產。所以今天總結一句，達利歐警告 AI 泡沫不代表 AI 沒有前途。羅傑斯去年清倉美股也不能變成你的操作指令。比特幣和黃金被重新討論，提醒我們美元信任正在被市場重新審視，重點放回投資本身。全球資產定價正在重新洗牌，我們要用更高標準去看美元、美債、AI、避險資產，也要看每一間公司的價值。這次韓國實地考察之後，我會把看到的產業線索和公司指數再整理給你們，到時候我們再一起判斷哪些只是市場故事，哪些可能真的變成未來幾年的投資主線。接下來我會看幾個訊號 ，AI 公司的盈利和自由現金流能不能追上估值？長端利率壓力會不會因為買家回來而降下去？韓國這些前沿產業最後有沒有訂單、技術壁壘和股東回報？如果我看錯，這些訊號也會先提醒我，到時候我再跟大家講哪裡要修正。你也可以在留言告訴我，你現在最擔心的是 AI 泡沫、美債壓力還是美元信任問題？我會看你的留言，再決定下一條篇先猜哪一個。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讓你更容易的吸收。我們下期再見。